爆文山美食。很好吃，面皮甚至有点像面包的感觉。剥皮辣椒鸡汤有寿司呢，有一首歌叫《红面线》，好像就是用这间店来命名。他们家是用林凤营，这个荤桂超好吃的，再加上那滑顺绵绵化开的口感，文山平价鼎泰丰。大家好，我是内内，我是憨呢。我是小象，我今天来到文山区。为什么要来文山呢？我们这一集呢没有懂内内，没有团购，想要跟大家分享一个资讯跟小理念。大家平常都会做公益，但是呢，其实台湾呢现在有个现象就是呢，公益团体有很多，有大大小小。大家平常台面上可以看到的，像是便利商店的那个机器啊，可以去捐赠，或是网页上可以看到呢，其实他们都有比较强的行销资源，他们是属于比较大的公益团体。有个现象是，现在台湾的公益团体呢，就是资源分配是比较不均的。那其实呢，台湾有很多很棒的中小型的公益团体，那他们呢也非常需要大家的帮助跟支持。那我们呢也希望透过自己小小的影响力来带大家认识一些比较中小型的公益团体。我们会先帮大家认识、了解这些比较中小型的公益团体，我们就把这个资讯分享给大家，大家也可以选择自己的支持的方法哦。这次想介绍给大家的是关爱之家。台湾关爱基金会过去曾致力于照顾艾滋宝宝，鸡尾酒疗法问世后，艾滋宝宝归零。关爱之家持续照顾不分国籍儿童和艾滋感染者。这次到了文山参观了他们的照顾据点，墙面上贴满了他们照顾过的小朋友们，也感受到了他们无私的照顾和付出，以及现实层面所需的支持。为什么一直搬家呢？是因为我们照顾的是艾滋病患跟艾滋宝宝。附近的居民知道我们在照顾艾滋病患者的时候，好无知哦。好的。你们在这边住，我们房价会下降，或者是说我们会得艾滋病，所以就要求我们搬家。拜托，不会好吗？牵手会怀孕吗？是不是不会？我们要有良好的卫教观念哦，不要错误的思想跟知识好吗？怎么会是这种烂理由啊？过了10几20年，房价都没有掉哦，反而还涨翻天了呢。吵得好！我们现在在文山某一个公园，我们要来陪小朋友们放电。这是什么？我要你的，给我。我是大野狼。好欠打人。好太快了，好太快了。好的，带小朋友放电也差不多，我觉得是我们在放电，我看没电了。好啦，那我们关爱之家的介绍大概就到这边。只要有兴趣的朋友呢，我们下面呢都会有详细的资讯。假如呢像是你想要捐款啦，会有捐款专属连结；你想要捐赠物资，他们也有捐赠物资的信箱，你可以在下面填表单，你就可以6日来陪小朋友玩，或是在那个机构去照顾他们这样子。大家有兴趣的呢，那下面资讯栏呢再去看一下好吗？我们带大家去看完关爱之家之后，我们就要去吃爆文山美食，出发！我要第一间早餐，吓一跳。好呀 Ligurista 听说它的蛋饼很厉害。Ligurista 什么意思？吓一跳啊！我们点的起司蛋饼，这个是猪排蛋吐司，你看它的猪排，它是炸猪排，是排骨便当那种里脊的，可是现在目测好像偏薄。来试看它蛋饼。就蛋饼啊，早餐店会出现的东辉东莒蛋饼，就是它里面还蛮湿润，蛮香的。可是它那个湿润大多来自油啦，它整体来说偏香，油香，很油，油香。不一样的猪排有不一样在哪里吗？它是炸的比较脆这样子，它猪排有点酸酸甜甜的，它酸应该是美乃滋的酸。然后我觉得它的猪排就很像北路便当会出现的那种，可是就再更薄一点。我觉得其实有点快吃不到肉感。花生牛奶，我觉得它花生牛奶偏清爽顺口型的。花生风味吗？就是好委婉。它是早餐店这样子，1杯25，我好像也没有要求它什么，它就是没有到很浓啊。好啦，这个我还好。我看评论说重新营业之后味道有走掉，这本来很厉害的意思。我不确定，因为我们看很多人推那个里，我吓一跳。哦，你说奶茶好喝哦？是我喜欢的，有一种虽然是奶茶，可是有鲜奶茶的感觉。
哦，拿到花生牛奶，我要，很忙。奶茶最好喝哎，嗯，比起来。对，那也是偏稀的路线啊。那为什么饮料比较稀？因为它蛋饼跟那个美乃滋都比较油。对耶，哦，很贴心哎，为我们健康着想的。令人吓一跳的贴心。我们刚刚在这边旁边吃早餐，然后那边有一个那个咸冬瓜肉粽、红豆粽、碱粽，看起来很好吃哎，感觉超厉害我的。要来看有没有开，像弄到不行，到底怎么买？看起来是住家。不好意思打扰了。有在卖粽子吗？好，5月才有吗？好，谢谢，拜拜。健康哦。平安。 5月才有，日空了。下一个是我这次最期待的木栅水煎包，都开早上。它有3个口味，有鲜肉、韭菜跟玉米，然后每一个都是20元。而且这个木栅水煎包，我在斗六小时候超常吃。什么意思？它斗六分店它开到斗六啊，就只有2个地方有。只有2个地方，然后第2个在斗六。对啊为，什么？我也不知道哎。这个应该是玉米的吧？。对，我最喜欢这个口味。很好吃。哎，它面皮看起来很厚哎。对，但是你不会觉得它很厚。对，啊，等下我要怎么说这件事情？它面皮很香，表皮薄薄一层煎到脆脆的口感。我知道它皮很像什么了，很像双胞胎，对，有一点咬下去那种感觉。你看我咬下去吗？脆脆的，然后马上弹回来。嗯，而且我小时候最喜欢吃玉米鲜肉包，原因是因为它玉米很新鲜，对，甜甜的，然后肉又有那个黑胡椒的调味。主要是黑胡椒，然后跟肉本身的香味这样，好吃。它面皮甚至有点像面包的感觉，有一点是松软的。松软的，而且它整颗其实都是有点恰恰脆脆的皮。生煎包通常只会煎一面嘛，然后它这个是翻面两边都会煎这样子。它的皮是那种光吃皮都是好吃的皮。对不对？可能是什么老面团厉害。哇哇！不愧是最多人推的久仰大名，好好吃哦。有人可以帮我们解惑吗？为什么只有木栅跟斗六有？我也很想知道。因为照理来说应该到处都要开啊。对，他们很值得到处都开。我们来到木星市听说里面有一个必吃猪脚饭，巧味猪脚，人好多哦。来了，巧味猪脚便当，其实算人多，但是还蛮快的。对，效率很快。它不是软烂化开路线，它是QQ 的端一端的感觉。胶质路线的。它连中间的那个筋口感都很 Q 弹因为卤的很香哎，软烂猪脚吃多了，再吃这种口感，其实也是蛮开心的。标准很多的感觉。他们这边的菜就唯一比较可惜的是，它的菜每天都是一样的，就是笋干、豆干跟大白菜这样。哦，不会变换哦。对这样好准备啦。但我觉得这都是很搭猪脚的配菜。其实配菜就是好吃便当店会吃到的大白这样。卤大白，棒卤白菜，白菜卤啊，就是那个意思啊。才有人说你已经矫正过来了，就你现在又这样，但它吃下来是会让人开心的便当。整个便当猪脚就是 Q 一个字。所以算是以台北来说，这样算是蛮划算的，很大份，肉也给很多。 80元猪脚饭其实很便宜。对啊，而且我刚刚看老板在切哦，他的猪脚是把我们这样切去骨之后，他还会挑里面的肉。那有些比较老或是那边边肉，他就把它挑掉，然后就放好的肉在便当里面。对耶，真的是用心，是用心的我。觉得以80元来说是很细心的。对，可是我个人啊，我只要追求猪脚的话，我喜欢那种软烂到不行，黏嘴唇那一种。这样，我们这也好吃啊。接下来是顺源麻油鸡。 来了，上齐了。我想先吃它的凉面，因为听说它的面呢是手工的，而且我很特别的是，它除了麻酱跟炸酱之外，它上面还有榨菜肉丝哎。我第一次看到凉面有加这个，好不合适的味道。它就是凉面，但是有多了很像在吃冷的榨菜肉丝面的感觉。然后还要带一点酸酸的味道，就蛮解腻。它那个菜有综合那个麻酱的厚感，整体来说很湿润，面条是偏稍微有嚼劲，再弹回来一点的那一种。 瓜仔肉饭，我喜欢这调味，是不是有点微辣？温温的，一点点温温的辣，有剥皮辣椒鸡汤味，原来是甜咸的，而且它的瓜煮到有点软软烂烂的那样子，哇，很好入口，这个太开胃了。瓜仔肉好好吃哦。对，它色泽看起来颜色没有很深，但它其实味道是很重的。哎不行，这个会一口接一口，我的天哪！这个很好吃，瓜仔肉很好吃，这间店叫做什么？顺源麻油鸡，重头戏，大家看它的鸡肉，哇，其实给很多，对很大块耶，好大块哦。哦，给这个
它整个鸡味感很重哎。对，它不是那种非常麻油路线对，可是它的鸡味是温顺的那种，很像在喝很浓的鸡汤，带点麻油跟姜味这样，就是有点这样子乳白色的。而且听老板说他们是鸡肉跟汤是分开炖的。哦，这样鸡肉好像会比较嫩。对对对我们来吃看鸡肉。他们是号称木栅最强麻油鸡肉，嫩的，对，好嫩好香啊！这个我吃麻油鸡很怕吃到干柴的，大家看哦，嫩嫩多汁的鸡肉，好香啊！因为它皮很 Q 弹，而且它的汤头是用鸡骨头熬8到10小时这样。汤头很温顺，很好入口哎，小孩完全不会怕的那一种。可是有在追求麻油味的人，可能觉得好像没那么重。像我个人，我是很爱很麻油、姜很重的那种来吃。我比较喜欢这一种哎，而且鸡肉又好嫩哦。下一间是红面线，很多人推这间，每个人都说一定要吃它的布丁豆花。哦，不知道是什么，我来看是什么。他们卖很多东西耶，有了这个布丁豆花，你点了一个布丁豆花跟一个红面线。瘦子呢有一首歌叫《红面线》，好像就是用这间店来命名哦，因为他推荐这间好吃到他帮他做一首歌。有这么好吃，这样我会对它期待很高哎，怎么办？好，我现在试试看。它的面不是勾芡型的，它是比较液态路线的。2个字，淳朴，很小时候那种淳朴的味道这样子。它比较没有什么太多的调味啦，主要是吃那个面线本身的那个香气。它大肠口感很好哎，而且卤得很香，对，味道很进去，就很新鲜。它嚼起来有点小微弹这样子，短。布丁豆花它，最特别是它的糖水是可可哎，来吃吃看。是不是很像3色布丁的感觉？它那个还是豆花，只是它的口感变得有点，鹦鹉在叫。我以为发生什么惨对，为案什么警报之类的？瘦子的歌有写到这个吗？好有，它本体其实还是黄豆做的哦，它口感很像中华豆花，便利商店那10元的那个，含进嘴里会有点脆脆化开那样子的口感。它不管是布丁还是巧克力的调味，都是小时候的味道，面线也是啦。都是儿时感这样子。接下来呢是在地人推很便宜的果汁店东风果汁吧，它草莓牛奶45哎，木瓜牛奶大杯45哎，现在市面上牛奶类都要大概7、80、80、90。夜市的也要60起跳哎。我们点了3杯木瓜牛奶、西瓜牛奶都是45元，然后这个草莓牛奶是55，很便宜耶。但是我先 FYI 一下，他们家是用林凤营 FYI 什么意思？就 for your information 哦，谢谢。会在意的话呢，再自己斟酌，不然就是点那个纯果之类的。我是买了才发现啦。对啦，它的牛奶系列呢，好像都有先加炼乳下去，我在猜应该会蛮浓郁的。啊，可以跟他讲要不要糖或炼乳。是西瓜牛奶啊，你的是什么？草莓牛奶。哎呦，你的草莓比较稀一点，对，西瓜还蛮好喝的。对啊，那我觉得很对得起它的价格啦。对啦，对啦，哇，我肉质好精确哦。 700 CC。对啊，45块，好像没有要挑什么，而且又用林凤的。木瓜小苦哎，这件往上还好，可能有点小氧化吧。大氧化吧。比较喜欢吃甜一点的木瓜啦，对啦，还吃不了苦。不吃苦。是不是真的？接下来是在果汁吧对面的木香豆花，哎，他们的店铺很可爱哎，还有这些料可以选。他们家是主打各个料都是自己自制的这样子，连豆花都是。有4种汤底，有豆浆汤底啊、黑糖汤底啊、红豆汤、绿豆汤。对，我刚刚一看就很想吃，它的手工荤桂是黑白色的，不知道是什么味道。是必吃的哦。好吃哎！枣味豆花，哎，好香哦！它的豆花是黄豆香味非常出来的那种豆花，而且它手工荤桂很好吃哎，很 Q 对哎。好 Q， 好有嚼劲哦。那手工荤桂可以点，我喜欢它的黑糖糖水，回甘的感觉不会让你觉得很太死甜。这个荤桂超好吃，真的。它咬一咬，会咬出那个甜味。它可以选3种料，难怪我刚刚前一个人说他一次要2份手工荤桂，手工荤桂很推荐呢，口感很棒。这一碗好好吃哦。接下来这个 set 呢是智源下午茶套餐，因为智源影片呢有推那地瓜球跟一件饮料有奶酪，我就被这2个打到。纯地瓜球，营养卫生。我们刚刚去问老板说，老板今天要我操，哎是怎样？我们不是没有做功课哦，但他就是今天忽然
钓鱼。对不要再说我们到一个地方都没做过。对，现在之间我被他的奶酪打到，洛农出茶，听说他的茶类也很厉害，还可以自己选小农品牌。我现在很惬意在政大校园里面开箱，我是很像大学生。我们点了一杯乌龙鲜奶茶，跟他们这个直接在卖的一盒这样子奶酪是100元，很弹欸，很端耶。 Q 到不行哦。真的哎，非常好吃，就是我是个奶制品爱好者的奶，这个呢是非常在水准之上，很好吃，很好吃。再加上那滑顺绵绵化开的口感，紧接而来是那个香浓香醇的奶味，它除了口味好吃之外，它口感也很棒，甜味其实算是稍高，就是怕甜的人这个可能会。微糖到半糖之间。乌龙鲜奶茶，我们是店员推荐比较浓的主恩牧场的牛奶，我们来喝喝看。茶感是重的耶，然后后面带一点清香，可是奶味也有出来，该有的都有。我们来 DIY，自制奶酪，但我觉得奶酪加在什么都会搭哎。乌龙鲜奶茶加奶酪，自制款。好。它的奶味真的好香哦，我的老天爷！这奶酪不管搭什么都很好喝哎，感觉奶酪买回去搭什么水果啊、优格啊，整个都很好棒。像是哎，弄草莓酱啊什么的。哇，舔得很干净哎。近期吃到最好吃的奶酪。下一间也在正大旁边的石鼎鹅肉，它的米是油亮的，试试看了。哦，鹅油好香哦！它一进嘴里，那个鹅油就要在嘴里炸开。鹅肉很香，然后我看一个比较特别是，它的鹅油好像有中药下去调理，不知道中药香的。因为刚刚在看到捞的时候，里面有枸杞还是什么，然后老板娘说：“哎呦，中药弄的这样子。”那浓浓的中药味很香哎。对，我觉得厉害是在它鹅油。我觉得鹅肉没有到滑嫩，是有点小嚼劲那一种。鹅肉要搅个2、3下，我觉得整体调味啊，还有米的口感都是我喜欢。文山美食最后一站，福鼎汤包，这间我吃过，哎，它那个蒸汽很强哎，狂冲。人称文山平价鼎泰丰，它的卖相比较稍微不拘小节啦，就是它比较随性一点，无时无华。对对对，南部粽、酸辣汤跟豆沙锅饼，豆沙锅饼这样子1份60，是不是稍微偏小吗？微小，感觉是1人份。那看你隔着皮有感受到它里面的汤汁了吗？你看，而且有个圆圆的肉块。里面很够味，而且汤汁也很多啊，好好吃哦。然后皮就薄。粽子是哈娜想吃，我不知道为什么她要点粽子。是南部粽。酸辣汤我先来喝喝看，是会小香辣的那种酸辣汤，它表面颜色看起来就是偏淡无聊，可是它其实下去味道是很重。它有一大块肥肉，还有那个一朵香菇，而且那香菇感觉卤很进去，它那个颜色很深，调到那个本的颜色都下去了。我刚好很很黑耶，很黑哦。刚好被那个糯米给到。对，我觉得它的糯米是很软烂，真的很软烂，很好入口。有我阿嬷的味道哎，我吃看。哦，它有什么蛋花？其实我觉得很好吃哎，真的有勾扎比到。对，看起来很油哎。超油。看盘子的反光 ，Oh my god！ 你再看这个饼的这个皮 ，Oh my god！ 很像吸油面纸哎。那它的油有反映在它好吃上面吗？它是整体是油路线的，可是我觉得它的皮算蛮 Q 的啦，没有，它油到太软烂了。喜欢有点微酥的那种。那我们试试看我家点的那个丝瓜蛤蜊。哎，等一下，为什么蛤蜊都没开啊？1颗没开，2颗没开，3颗没开，4颗没开，什么意思啦？而且这个半开的里面都是沙子。罐罐有种丝瓜吗？我好喜欢吃丝瓜哦。罐罐可以寄一些丝瓜吗？我真的很喜欢吃。可是你现在讲可能半年后吧。那罐罐会种草莓吗？他不是有试过吗？他有种过啊，失败的对不对？有啊，就结出几颗这样。然后俊宇说很酸，罐罐就生气了。对，生气。他说哪有很甜好不好？真可爱。完食到6点大客满呢，很幽默哦。这里有一幕日，我要等6点的超阿贵奶茶出炉。第一次喝哦，与省同行，还有10分钟，终于，我们等了快1小，真的，好紧张哦。超阿贵吗？超阿贵。
超阿贵里面有包馅吗？它其实很像芋圆，小芋圆，只要是超阿贵口味的，它就做成小小一颗一颗球的。我以为是荤桂那种形状，没有，它是类似珍珠的口感。好特别哦。可是其实咬就有香气出来。那假如芋圆跟超阿贵，你会选哪一个？我觉得真的很新奇，因为没有喝过这样。就是假如人潮退的话，我想喝还是得去买。其实口感跟味道什么很像那红白小汤圆，只是它咬得出那个鼠曲草的香气这样子。我以为草本味会再更重一点，因为它奶茶喝起来有一点那个很像青草茶的那个草味。哦，对，因为它里面是竹香奶茶，而且还有加艾草，哦，所以才会有淡淡的草味。有啊，整体很台味，必须说。爱台湾端午节的感觉吗？真的哎，对，艾草。端午节吃超贵的感觉。有贵有艾草，驱邪吉祥啊，大家吉祥如意，还蛮好喝的。可以尝鲜哦。但是要排1小时我才买，就是有缘我才会喝一下的，不会特别的。哇，我要再买。那我们要准备回家了，那大家呢关爱之家也可以支持起来哦。等下嘴巴还有东西吗？这个超贵。文山美食结束。其实文山比想象中还要好吃哎。对，而且还有很多质感小，因为我们这次是找比较那个小吃路线的，还有很多质感店家，咖啡厅啊、蛋糕店啊什么，听说很厉害。之后再来踩点，装潢都很美哦。拜拜。妈妈晚安。可是荤桂也是好好吃哦。我喜欢荤桂，口感好 Q 软哦。对，这整个感觉是咬没几下就可以直接吞下去的那一种。有些荞麦无糖加荤桂，不是无糖哦。对啊，因为荤桂本身就有甜了，我觉得刚好。荔枝乌龙也好喝。这样喝起来我比较喜欢荤桂。它的换新发型，大家喜欢吗？我这个是法式温柔卷哦，贵宾狗了，好烦！我每一集都要有那个动物啊，你就百兽战队，你忘记了？小宪哥找到他失散多年的弟弟了，跟我小时候一模一样。秋天，赶快，秋天快认亲，跟我小时候一样害羞呢。真的照片很像，我要伪真。上来，上来。真的好像，失散多年的弟弟。真的哎。我要6分。耶，6分。哇，一次就中。哎，小宪哥要跟他的克隆人说拜拜。克隆真的是复制。